我们今天要前往位于京都府南丹市，有着日本四大茅草屋之一称号的美山之里。我们从京都搭乘 JR 的嵯峨野线，搭至原部站，再转乘山阴线至日吉站，再转搭美山町路线巴士美山原部线至北站下车即可到达。这是完整的转乘路线。好的，我们现在人就在这个贵冈站，刚离开这里。我们现在搭乘嵯峨野线，准备前往原部站。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登山事务所，我是小雨。我们今天呢要来到的是这个美山之里这里哈，它是被誉为是日本四大古老村之一，并且呢跟那个非常有名的合掌村齐名的一个用稻草做成的很古老的村庄。然后呢，我们现在人就是在 JR 的原部站这里，我们刚刚已经搭乘了 JR 嵯峨野线，从京都来到了原部站。那我们现在就要从原部站转乘山阴线哈。山阴线搭到日吉，然后再从日吉搭南丹的巴士前往美山之里。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换乘山阴线，我们要搭10点46分那班呼马行的山阴线前往日吉站。胡麻行的山阴线，好，可以上车了。整个车厢，整列车厢都满。Please use the front door of the front car to get off the train. 好了，各位，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 JR 日吉站哈。看着列车离开，我们刚搭乘了山阴线来到日吉站。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转搭南丹市营的巴士，前往我们的美山之里了。就准备要到站外这边搭乘南丹市营巴士，这班南丹市营巴士，然后呢，我们会在北站下车，就是北碚的那个北站，然后从那边徒步就会到美山之里了。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京都府南丹市它的观光图。那我们现在就是会在日吉站这边嘛，那我们等下就会前往日本重要传统的建造物保存地区的美山之里。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参观它的美山茅草屋的这个美术馆，还有乡土资料馆那边，然后就可以看到很传统的一个稻草屋啊，还有50多户人家的一个传统的维生方式，真的是京都版的迷你合掌村。好，现在马上就从南丹市巴士这边开始搭车喽。
刚刚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来到南丹市营巴士的北站。那这边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美山之里了哈。美山之里在公车站内也有这个情报资讯可以拿哈。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要来去逛一下这个美山之里哈。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哦，巴士的话，从我们刚刚的日吉站走过来这边，其实是需要1个小时的。那我们就先去这个他这边的食事馆吃顿饭。今天呢，就是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哈，天空都在飘着大雨啊，蛮可惜。好，马上去完食事处这里，我们先来补充一下粮食，它就会在公车站下车之后一直直走，就会到。那我们刚刚已经在这里停车场第一驻车场这边的餐厅用完餐了哈，这边的食事用完餐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依山傍水的河川旁，然后我们准备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美山之里的巡游行程。刚好现在雨也停了，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解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怎么样的造访这一个被堪称是全日本4大古村庄之一的京都版合掌村美山之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溪流旁边的这一条路它就是这里的清水步道。它这有一个食事处我们应该是刚在这附近这边吃完饭，我们现在是在第一驻车场。刚刚讲到这里有条清水步道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会从这边呢，我们预计是会先到它的食事处这边的一条这个小路，然后穿过它的田中央。接下来我们开始要走它的这个里山散策道，这样走，然后到它的展望台里山散策道展望台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再转过来，经过这个400年的巨木然后到稻荷神社。那我们因为现在刚下过雨，所以路况我们还不清楚，到时候再视状况调整。那目前是先这样子，然后我们从稻荷神社离开散策道，然后去它的这个曹洞宗普明寺，然后接下来呢再回来，然后依序造访美山民俗资料馆，还有的这个美术馆然后呢再走这边的路。走这边路前往镰仓神社，走它的这个 Yasuraki 道，然后走下来，然后视状况看要不要前往织井八幡神社，最后再从堑街道经过它很著名的这个一些道牌，然后地藏，然后还有它的最有名的油桶，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这个动车站这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吧。我们先过了马路，好，那我们就是从它这边的小路左转进去。那远处那个红色油桶，我们等下也会去它是知名的打卡景点好的，我们沿着这条路走过来呢，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有岔路了。然后我们走在路的底端，田间小路的底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指标会写里山散策道出入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走它这个步道启灯。那这条路在一开始是有点原始的，只是到那边就是它的正式登山口之后，就会开始路就会不会这么的，就是杂草丛生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只是说因为今天下雨天，所以的确路况是有一点点糟啦。猛然惊觉这个地图画的比例尺真的以为原本这条步道蛮长的，结果实际上总共加起来呢，才370公尺而已，非常短。所以我们现在是到它散策道的出入口，然后我们会先走90公尺到它的展望台，看完之后再回来，再走140公尺到稻荷神社出入口。好，那我们再看状况，是要从这边离开前往普明寺，还是直接走这个步道到普明寺？好，我们现在就是马上先进来喽。
好，记得要把门关上，防止一些动物啊在这边出入，所以才要设置这个铁栏跟门。非常快速的哈，从这边呢一条小径上去，我们要走一段小径，就会抵达展望处。那一般的游客其实真的比较少走这个散策道，所以步道是有点疏于维护，只是还是推荐大家可以来走走看这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10公尺上来之后，这就是展望台，有被几棵树挡住，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重要传统建造物群茅草屋之乡。可以看到它都是被群山环绕的一个聚落吼。它在1993年被选定为国家保存地区。真吵。好，那我们现在呢离开展望台，再走120公尺就会到道和神社的出入口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这个道和神社出入口这边，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哈。它道和神社跟400年的神木。OK, let's go.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道和神社，我们来看看它的鸟居。我们从鸟居进入吧。噔噔，它被指定为是南丹市的国指定文化财。而这一棵树高25公尺，周长80公分的，就是400年的老神木。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好的，那我们最后决定呢，我们打算呢，就是从这边的马路直接前往这个曹洞宗的普明寺，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离开道和神社跟400年巨木，前往曹洞宗普明寺。好，来到前方这个岔路口，我们左转往普明寺的方向。抵达普明寺。
们现在就要离开这个曹洞宗普明禅寺、普明寺，我们要前往美山民族资料馆哈。那它就是这边就在下面而已，我们马上来去看一下。在美山民俗资料馆里面呢，不但可以了解美山地区从以前至今呢他们传统的维生方式和他们的这个农业发展、文化历史，并且也可以知道这个村落从明治时代至今它的繁荣兴衰，蛮值得一去的。只是呢需要门票。下这边的岔路口之后，去左行就会来到美山民俗资料馆。抵达美山民俗资料馆。营业时间呢，4月到11月早上9点到下午5点，12月到3月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入馆费大人300日元，然后中学生以下不用钱。这个美山民俗资料馆最初为200年前的江户末期建筑物。7月2000年的一场火灾不幸烧毁了原先的资料馆，而现在的资料馆则是于2002年重建复原的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起居室，蛮不错的，可以看到非常的古色古香，然后有庭园，从起居室过来，外面是庭园。然后呢，这里的话应该是泡汤的地方。这里呢，展示了以前当时村落的人他们的穿着的衣物，还有他们使用的，包括镜子啊，还有他们的锅碗瓢盆器具等等哈。然后甚至是一些生活的小物。真的来到美山之里，一定要来这边看看，深入了解在地的文化历史。包括到这边来，我们看到它的起居室，它也有很细像热水壶啊，还有以前的提灯、烛台。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我们穿过中间的这个廊道，你就可以窥见它这边的庭园景致。那过来的话呢，这边主要是展示一些农耕用的器具哈。这里就可以看到呢，除了展示有刀具，还有他们的鞋子、他们的履，还有一些，例如说这个草席、帽、算盘啊等等，生活的用具都可以在这边窥见。家里供奉的一些神明的坐台、灯笼、衣服啊等等。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它的楼上，2楼。这是2楼的第一个地区哈，刚刚那边也还有另外一个地区。那2楼的这个地区呢，则是主要展示一些文物画轴，或者是说一些古代史书的这个文化卷轴。因为现在呢，其实这个同样的茅草屋在京都北部跟滋贺县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看得到哈。但是因为时代变迁，所以茅草屋的数量正在急速骤减当中。以前总数超过1700户的美山町茅草屋，现在仅存不到150户。那我们现在就下楼。好，回到刚刚那个起居室那里，这里有展示一些昔日农耕用的一些器具。我们再过来这边看，
里面呢，则是大型的农耕用具，大型的哈，这种啊，以前在阿祖阿嬷那个时代还没有机器的时候，当然都是用这种简易的手工的这种器具，都在这里，真的是怀古至极呀！在体现日本淳朴的农村生活。以前的便所哈，以前的便所 ，old toilet。现在前往这边的2楼。我们已经到了茅草屋的顶端了。他们以前的建筑技术呢，可以说是非常高明哈，这种编织的技术。时至今日呢，茅草屋替换茅草的工作呢，已经全部交由这个茅草屋职人们来作业。不同于白川乡那样由数十人甚至100人一起爬上屋顶更换茅草，或是如同过往般出动亲戚家人们一起帮忙。茅草屋顶端呢，就可以又称作叫做阁楼哈，一样展示了一些器具用品。它这里还有用竹子、稻草编织成的鞋。好，离开民俗资料馆之后，我们就出发前往镰仓神社。这里有一个民宿哦，可以在这边过夜。好，很不幸的又下起了雨来哦。好，那这边呢还有一家这个咖啡厅哈，可以说是人满为患。里面就是喝咖啡，还有轻食的咖啡厅。那接下来我们沿着指标准备就是继续往镰仓神社织井八幡神社的方向发进。好，我们现在就是要从这边左转哈，前往这个镰仓神社。这些茅草屋居民家约是150到200年前所建造的。北村总共50户人家，就有39户都是茅草屋，位在缓和山坡上。这些茅草屋全都朝着同一方向建造而成。八幡神社参拜道雨越下越大了，实在是这个老天爷不赏脸，天公不作美。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前往镰仓神社。刚刚也有一点小走错，所以我们就一样的，我们这样过来之后呢，我们就从这边往下啊，直接前往八幡神社。顶八幡神社。这个茅草屋之乡，美善之里，在春夏秋冬呢，都有各种不同的美景。秋天是最适合来美善之里的季节。因为呢，满山满谷的枫叶，许多稻田结出金黄色的稻穗，柿子、苹果等水果熟成。冬天则是类似于合掌村，眺望一片雪白如水、墨画优雅的风景。我们正式进入八幡神社本殿。抵达京都府指定文化财八幡神社本殿，建于江户时代。
全区哈也都被列为日本指定文化财。好，那我们现在就离开八幡神社，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前往它最有名的这个红色油桶这边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离开八幡神社。我们现在呢离开八幡神社步行的这一条呢，就是这个清街道哈。风吹过去哈，这个稻草都在摆动。翱翔天际的黑鸢。到这边之后，就来到我们刚刚的入口哈，公车站过来的入口。从这边呢再转进去，就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红色油桶咯。红色油桶呢，搭配这个稻草村、稻草屋的一个梅山之里的景色哈，后面还有这个山林。油桶前面那边则是这个绿地藏的石头像。这里的绣球花美景哈，从有紫色、蓝色、黄色、白色的都有。那个农村风光甚为不错啊！来到网红知名打卡景点油桶。往前到六地藏石。其他一些京都的景点呢，这里比较是位在郊外的地方哈，但是真的还是蛮值得来的哈，或者是觉得自驾也蛮不错的，可以省去通勤的很多时间。第10头六地藏像。好，那我们现在呢，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美山之旅，又被称为这个稻草之村的旅程，就宣告结束。我们今天呢是先从2条搭乘的嵯峨野线到原部转乘3一线，然后呢再到这个JR日吉站，并且搭乘它这边南丹市营巴士到北站下车，来到美山之里。这美山之里被誉为是日本4大古村庄之一，与合掌村齐名。这种传统的稻草式建筑啊，他们的北村的50户当中就有39户都是稻草屋吼。他们这个墙啊，他们整个房子的结构都是让人感觉回到了江户时代一样。他们的街道啊，包括现在你看这边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呢，虽然有可能如果没有租车的话，通勤会有一点点麻烦，但是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到这里哈，因为它自己还是在京都府。如果想要避开市区的拥挤人潮，想要体验一下日本传统乡下的恬静淳朴之美，就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美山之里。好，那也建议大家的路线的话，就是一样到这边也可以去看看，像是稻荷神社、八幡神社啊、镰仓神社这些寺庙之外，就是寻访这边的民俗资料馆，里面真的有讲述很多的文化历史。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然后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拜拜。好，幕后花絮，来看看它的清水步道。哇，这清水步道真的蛮不错，依山傍水，大家也可以来这里哦。哈，不但青山又清水。